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兹卡班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本期视频跟大家点评一下最近火爆全网的谷歌反重力编程助手，官方名称是 Anti-Gravity。那么我们先讲讲看它的优点。第一个优点是价格，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呢，也算是一个白嫖了，就是走了一个灰色路径。它其实是利用了学生优惠，因为谷歌给学生提供了优惠，可以免费使用1年。那么就会有很多的黄牛，他们利用这个学生优惠，然后呢转卖，价格的话一般在60到80不等吧，反正就是这个区间。说实话，这个非常的便宜，因为你要知道啊，像一般的 AI 模型，比如说 Cursor 这种，他们随便一个月价格上百，谷歌这边呢1年不到100，所以说这个价格差距啊已经超过10倍了，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差距。那么价格这么低，性能好不好呢？我只能说性能非常牛逼。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例子，就是当时这一个例子。这一个例子呢，是我在编程中遇到的一个报错。这个报错的原因啊，其实比较简单，就是因为谷歌它给我写代码的时候少写了一个括号，然后导致了一个 compose 的报错。当时呢，我就把这个 compose 的报错复制出来，然后问这个 AI 了。然后我也复制到网页版去问了一下其他的 AI，我就发现，哎，这个 GPT 可以答出来，但是 Claude 答不出来。Claude 它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是括号的问题，而不是 Compose 本身的问题。Claude 还真的以为这个是 Compose 本身的问题，所以就很搞笑，对吧？而且我们看模型，谷歌这边用的是 Flash，就是谷歌比较小的模型；Claude 这边用的是 Sonnet，那么就是 Claude 比较小的模型。那么双方都是比较小的模型，Claude 答不上来，谷歌能答上来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说明谷歌比较牛逼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 ChatGPT 这边的话呢，因为我不清楚它背后的模型是什么啊，所以我这边就不说它牛不牛逼了。反正我觉得呢，这个问题啊，放到现在来说，比较强的 AI 应该都能答对，小的 AI 答不对就算了，但是强的 AI 应该都可以答得对。但是让我出乎意料的是，谷歌的这个小 AI 居然能答对，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就是它的开发计划，谷歌这边的开发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开发的流程吧，和其他的现有的 agent 非常不一样。像现有的这些 agent，他们一般是在这里分了2个模式，一个是叫做计划模式，还有一个叫做开发模式，相当于就是你要先在这里跟这个 AI 去聊天，然后设计你的计划，之后呢再转成开发。那谷歌这边它不一样，它直接就是把开发和计划合并了。它这里2个模式，一个是计划模式，一个是快速模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我们先看这个计划模式吧。计划模式这边，它会给你创建一个 task，就是任务。当然，这个任务不是给你创建的，是给谷歌自己创建的。但这个任务其实不重要，重要是这一个地方，开发计划。这个开发计划这里，谷歌它就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开发计划。但我这边顺带吐槽一下，就是它这个好像对中文的支持也不是很好。我没有试过支不支持中文啊，反正呢，我一直是用英文跟他聊天的，因为以前我用中文跟谷歌聊天的时候，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，所以我这边用的是英文。那么他这边的话呢，大概就是制定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，所以我觉得他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为什么他要制定这么一个计划呢？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 AI 的幻觉问题。因为你们都知道，现在的 AI 虽然说可以阅读很长的文章了，可以阅读什么100万字的文章，但是啊，如果他要在这个100万字的文章或者在这个100万字的代码当中去修一个 bug，那么对这个 AI 来说是非常困难的。可是如果有了一个这样的计划，相当于 AI 它每开发一步，它就会盯着它这个计划看，比如说它就会去查我要干什么，我要做一个 is loading 的这个状态，对不对？那么它就会去查我要怎么做，去想我要怎么做，相当于就是给人做了一个计划表，就这么一个道理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任务很长嘛，对吧？那人可能也会忘记我到底要干嘛，所以人也需要一个计划表。那么谷歌这边的话，他就给他搞了个计划表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操作。而且它这个计划表呢，它写的就感觉啊，就是跟这个 agent 跟这个 AI 本身的融合度更高，它就不像 Cursor 那样，Cursor 那边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，虽然有一个计划表，但是 AI 它似乎对这个计划表并不是很了解的样子。然后第二步就是开发了，那么开发完之后，谷歌会做测试，测试这一步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就是像 Cursor 什么的都有。如果你是一个网页开发项目，
那么它就会自动去操作一个浏览器，然后来做测试。如果像我这边是一个安卓开发项目，它就没有办法去自动测试了，只能够让我去手动测试。然后这个是它的第一步，之后它还会有一个这个总结，就是每一次开发完之后，它都会给我来一个这种总结。说实话，这个总结我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精力去看，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一次开发中，我发现它跟 Cursor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，就是在于它会优化顶上的这个导入。Cursor 从不给我优化导包，从不优化导包，哪怕我用谷歌本身的模型，它也不会优化导包。但是这个在反重力这个 AI 助手里边，它会优化导包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像这边的修改还是会显示出来，整体来说就还是很强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吧，这个反重力模型啊，它真的是下一代编程助手，非常的强悍。谷歌它估计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之前谷歌非常着急的推出了一个 Bard，结果导致自己的名声扫地。现在啊，谷歌推出这个编程助手的时候，就不再去着急了，而是耐心的慢工出细活。说实话，编程助手的推出到现在应该也有1年多了，谷歌整整落后了1年多。但是啊，别人就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。说实话呢，这个反重力助手，我觉得真的是远超 Cursor。但是我不得不吐槽，它有一个非常，哎呀，细节的地方做的不好，就是在 Cursor 里边，我是可以按这个 at 键去选文件的，并且这个 at 键它会有很多联想，它自动联想的就是选择我当前打开的这个文件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。可惜啊，反重力这里它就没有这个联想了，确实它可以选文件，但是我需要自己手动去输入这个文件名，比如说我要选择这个 home screen，那我就要输入 home screen 才能够选择。说实话，这个细节上面就没有那么方便吧，但是呢，我只能说无伤大雅，哎，瑕不掩瑜。最后吐槽一下，就是我不太这个也不叫吐槽吧，就最后说一下，就是我注册一个小号，这是一个纯小号，然后我就去测试一下这个反重力模型。这个号呢，其实它也不是我注册的，是我买的，大概4块钱买了一个号。那么它这个号呢，我个人感觉吧，就是限额还是挺多的，不是叫限额挺多，就是限制挺多的，这个额度根本不够用。我这边用这个 Flash 版本用了几下，就把额度差不多快用完了。然后我估计其他的额度更少，但是呢，我听说它这边是有着2.5版本免费用的。说实话，我不太清楚这个2.5版本它到底性能如何，但是我们之后可以去试一下，反正就是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这里就结束了。说实话呢，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反重力的小伙伴，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下你对这个反重力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